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殺瘋央視，2部新劇定檔上星，9時花裡她憑啥成主流親女兒？9時花的主流認可度賽道，譚松韻直接甩出王炸11月剛過。他主演的《逍遙我的山與海》接連拿到發行許可，雙雙入選央視2025年大劇片單，一部古裝仙俠，一部年代勵志，全敲定上星播出。要知道，央視選劇向來是質量潔癖，尤其對仙俠劇慎之又慎，而譚松韻僅憑一己之力，讓2部題材迥異的作品同時入圈。網友直言，這哪是平台寵兒，簡直是央視親女兒。雙引號，這份青睞從不是空降。譚松韻的上星成績單早就亮過像風兒行裡又美又飒的飛行員程瀟，讓央視收視破1.2，歸路中溫柔堅韌的歸曉成了中老年觀眾的心頭好。就連和張新成合作的《以家人之名》重播時仍能穩坐衛視黃金檔收視前3。和那些網播爆火、上星遇冷的演員不同，他的觀眾緣橫跨年齡層，小學生記得最好的我們裡的耿耿，上班族共情你比星光美麗的季星，長輩們則愛慘了他演的接地氣姑娘。央視的眼光有多毒？看看那些折戟的案例就知道。吳磊、周雨彤的愛情而已口碑再好，都市愛情題材終究沒打動電視端觀眾。白宇主演的《風起隴西》班底豪華，卻因劇情有門檻被嫌看不懂，收視慘淡。而譚松韻的作品恰好踩中了老少咸宜的密碼角色人設，都帶着煙火氣，李尖尖的俏皮，程瀟的倔強，沒有懸浮的光環，卻能讓不同觀眾在裡面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就像央視點評的，他演的不是角色，是生活裡的某個人。雙引號，這次2部新劇更是把王炸體質拉滿。逍遙由徐紀周執導，譚松韻搭檔侯明昊、趙麗穎還來客串。仙俠殼子裹着打破偏見的內核，她演的女主不是傻白甜，而是敢闖敢拼的江湖俠女。光路透裡直劍闖秘境的鏡頭就被網友盼着快點播。另一部《我的山與海》更狠，改編自梁曉聲的《我和我的命》。百山導演加持，譚松韻演從家鄉走出去的創業女性，帶着遊子歸鄉的溫情和經商的熱血。這種年代勵志題材本就是央視收視的基本盤。爭議當然有，有人說譚松韻沒出過現象級爆劇，算什麼頂流？但反駁的聲音更戳點，比起曇花一現的流量，穩定的收視底盤才是硬實力。就像全球影視圈的共識，好萊塢的梅麗爾·斯特里普，韓國的全度妍，從不是靠某部爆劇封神，而是用一部部扎實作品攢下觀眾信任。譚松韻也是如此，不炒作，不壓戲，沒作品時低調到像查無此人，有劇播出就靠演技刷存在感。這種悶聲幹大事的風格，恰好撞中了主流平台的偏好。他的觀眾緣密碼藏在細節裡。拍《我的山與海》時，為貼合年代感，他提前去農村體驗生活，學挑水、納鞋底，曬得皮膚黝黑。演逍遙的俠女，他跟着舞只練了3個月打戲，不用替身，親自完成高空吊威亞鏡頭。劇組工作人員說，他從不聊熱搜，只問這段情緒是不是再收一點。這種踏實讓他在9時花裡走出了獨特的實力派路線。別人拼紅毯造型時，他在劇組摸演技；別人靠綜藝刷臉時，他用作品把名字刻進觀眾心裡。現在全網都在蹲開播逍遙暫定12月上，我的山與海接檔1月，等於從年底到年初，央視熒屏都有譚松韻的身影。有網友開玩笑，明年的收視冠軍之爭提前鎖定譚松韻了。而這一切，與其說是運氣，不如說是實力的必然。當流量退去，能被主流平台穩穩拖住的，
從來都是那些沉下心來打磨作品的人。35歲的國民閨女譚松韻已經走上了另一條道路。誰說娛樂圈女演員過了25歲就只能演媽媽？譚松韻用實力證明，30的演員照樣能演出青春與活力。2021年，錦心似玉開播，31歲的譚松韻挑戰了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角色。這次，她不再是那個青春洋溢的高中生，而是成長為一位精明能幹的商業女性。要知道，這可是從前那個被導演們嫌棄長相太幼稚的姑娘啊！從最好的我們裡的耿耿，到現在錦心似玉中的徐令怡，譚松韻用細膩的演技征服了觀眾和業內人士。這波轉型屬實令人驚喜。別看她還是那張娃娃臉，但眼神裡的故事感一下就出來了。觀眾們都說，這哪是在演戲，簡直是在生活。但是你們知道嗎？就在這部劇大火的背後，譚松韻其實經歷了人生最大的轉折。那是一個能令人瞬間長大的痛，也是讓她從小女孩蛻變成成熟女性的關鍵時刻。看着她在鏡頭前自信灑脫的樣子，誰能想到在那張陽光笑臉背後藏着怎樣的故事？而這個轉折點，恰恰成為了譚松韻演藝生涯新的起點。有人說，人是在痛苦中成長的。這句話在譚松韻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證。2018年的跨年夜，當所有人都在期待新年鐘聲的那一刻，譚松韻卻接到了那個讓她崩潰的電話。母親在回家路上被一輛失控的汽車撞倒了，肇事者，一個醉駕的司機。這個消息對譚松韻來說就像晴天霹靂，她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，連夜趕往醫院。但映入眼簾的是插滿管子躺在重症監護室的母親。那一刻，譚松韻感覺呼吸都停止了。醫生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媽媽！這個平時在熒幕前陽光燦爛的女孩，在病房外哭得撕心裂肺。誰能想到，經過數十天的搶救，最終還是沒能留住最愛的人。而這還不是最令人心寒的。肇事司機馬某不僅在事故發生後選擇逃逸，在自首後還拒不承擔責任。更離譜的是，馬某的家人竟然跑到醫院，說出了“我兒子因為你們只能在牢裡過年”這種話。但譚松韻沒有被擊倒，在悲痛之中，她選擇了最艱難的道路，通過法律討回公道。這一打就是整整2年。這2年裡，她經歷了什麼？網絡上的謠言攻擊，對方律師團的刁難，甚至還有人說他是在借母親之死炒作，每一樣都像刀子一樣戳在心上。但他撐住了。在法庭上，面對肇事方的百般刁難，他一次次強忍淚水，用證據說話。最終，馬某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。當拿到90多萬賠償款時，譚松韻做了一個令所有人意外的決定，她把這筆錢全部捐給了公益事業。從此以後，但凡有重大災害，總能看到她默默捐款的身影。這筆錢是母親用生命換來的，與其留在手中徒增傷痛，不如用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。這或許是譚松韻能想到的最好的紀念母親的方式。回想起來，在譚松韻的童年時光裡，正是這位偉大的母親，用無私的愛澆灌出了今天這個堅強的小太陽。說起譚松韻的童年，就不得不提那個溫暖的四川小家。1990年，譚松韻出生在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，家境雖然一般，但父母給的愛可一點都不普通。在他們眼裡，這個小女兒就是掌上明珠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裡怕化了。每到生日或兒童節，就算家裡條件不太好，父母也會給她準備精心挑選的禮物。小譚松韻那時候可愛得不得了，白白胖胖的小模樣，經常逗得鄰居們哈哈大笑。這樣的童年，
真的能治癒一生。還記得譚松韻10歲那年嗎？父母發現她對舞蹈特別感興趣，別的父母可能覺得學這個太貴太累，但譚松韻的爸媽不一樣，他們二話不說就把女兒送進了藝校學習民間舞。雖然捨不得女兒離家，但為了孩子的未來，他們選擇了放手。在藝校裡，譚松韻可不是光玩的，那股子認真勁兒連老師都誇。後來有一天，小姑娘看了《還珠格格》，突然跑去跟媽媽說：“我想當演員。”換做其他家長，可能立馬就給否了，但她媽媽卻認真的聽完，還幫女兒四處打聽，給她找到了去劇組跑龍套的機會。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機會，讓譚松韻對演戲更着迷了。2007年，她如願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。在北電讀書那會兒，譚松韻沒少受打擊，導演們總是嫌她長得太嫩，不夠成熟。每次試鏡失敗，她媽媽就會從四川飛到北京，給她煮一大桌子家鄉菜。看着女兒吃得開心，媽媽總會說：“沒事，慢慢來，總會等到合適的機會。”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些溫暖的細節都成了最珍貴的回憶。說實話，譚松韻在演藝圈的起步真不算順利。從北電畢業後，她就開始了漫長的試鏡之路，但那張娃娃臉讓她吃盡了苦頭，要麼被說太嫩，要麼被嫌不夠成熟，反正就是跟角色不貼合。好不容易盼到2010年，終於等來了一個機會。在《甄嬛傳》裡，她接到了純貴人這個角色，雖然就幾集的戲份，但這部劇的爆火還是讓觀眾記住了這個圓臉的小姑娘。從這以後，譚松韻的戲約倒是多了起來。搜索、全民目擊、富春山居圖，一部接一部的大制作找上門。雖然還是演配角，但每次她都認真琢磨，把角色演得令人印象深刻。轉機出現在2014年，在《幸福請你等等我》中，譚松韻成了宋丹丹的女兒。這部劇讓她收穫了國民閨女的稱號，算是正式在圈內站穩了腳跟。到了2016年，26歲的譚松韻終於等到了自己的第一個主角。在《最好的我們》裡，她和劉昊然搭檔，演繹了一段青春校園故事。但你們知道嗎？就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，命運給了她當頭一棒。那場突如其來的車禍，不僅帶走了她最愛的母親，也給了她最沉重的打擊。但正是這樣的打擊，讓譚松韻變得更加堅強。她開始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，從以家人之名到錦心似玉，一步步突破自我。那張娃娃臉不再是她的限制，反而成了獨特的標籤。這些年，譚松韻用實力證明，演員不是靠長相吃飯的。即使帶着娃娃臉的標籤，樣貌清純可人，她依然可以演繹出角色的千面萬態。從默默無聞的跑龍套，到今天能獨當一面的演技派，譚松韻用了10多年時間。現在的譚松韻真的不一樣了。那個總是被叫小姑娘的她，在33歲這年，走出了一條誰都沒想到的路。從錦心似玉開始，她就在用實力告訴所有人，娃娃臉也可以演活各種角色。但更令人動容的是，在母親離世後，她把那筆90多萬的賠償款全部捐了出去。這些年，但凡有災情發生，總能在第一時間看到她捐款的身影。或許在她心裡，這是對母親最好的紀念方式。記得一次採訪，她說，以前總覺得自己還是個孩子，現在才明白，成長就是接受生命中那些無法改變的事。這話說得可真扎心。誰能想到，那個在最好的我們裡笑得無憂無慮的耿耿，私底下經歷了這麼多。但譚松韻沒有被打倒，相反，她選擇用更多的善意去回應這個世界。面對質疑和非議，她不吵不鬧，就是默默用作品說話。從清純少女到演技派，
譚松韻用10多年時間完成了華麗轉身。現在的她不僅能演好校園青春劇，還能駕馭各種類型的角色，這波操作屬實令人驚豔。35歲的譚松韻仿佛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道路，她不再被娃娃臉的標籤所困，而是把這個特質變成了獨特的魅力。無論是演技還是為人，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詮釋着成長。有人說，成長就是越來越能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，而譚松韻，她接受了生命中的遺憾，卻依然保持着對生活的熱愛和善意。這或許就是她最大的成長吧。從國民閨女到演技派，從單純少女到成熟女性，譚松韻用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，人生沒有標準答案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精彩活法。這不就是最好的另一種可能嗎？你最期待譚松韻的仙俠俠女，還是年代創業女神？評論區聊聊你的 pick，為這位央視親女兒點個讚。